好，观众朋友，今天在军事上，我们把重点来看到了在福建舰上面的电磁怪兽正式的登场了。今天呢，我们会就这些细节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解析，包括我们今天也会特别聊到这款最新的燎原雷射武器，等于是补上了最后一堵墙哦。另外，今天也关心美军他的脚步从第2岛链移向了第1岛链，他的 F-35延国基地在这边被笑说是陪中国大陆练武吗？等一下也会一起就中美的空中海上对决全面升温来做一次比较清晰的解析。来看到大陆的第3艘的航母终于正式的近期在最近几天进行了大量的电磁弹射与拦阻相关的训练。来自于央视还特别曝光了他们在这当中很多的一个操作细节。我们来看到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哦？电磁阻拦看起来是比传统的这种方式，也就是液压的阻拦索更具有调节性跟它的弹性。重点就是因为它上面舰载机装了智能的缓冲器，什么意思呢？电磁系统可以依照不同的型号舰载机做即时调整阻拦力，改善这些不同型号的舰载机起降的适配性。那么除了我们在这边观察到了舰载机之外，我们看到它上头的这个舰载机型也变得更加的多元了哦。除了这个传统的弹射版本的歼15T 之后，我们今天会关注到特别几款，包括了歼15DH、歼15DT 等等哦，这些都是专门用在航母升级电子战型的这一些舰载机，也正式的登场了，还搭配了空警600，做到了完整的电子战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请教大使怎么看？有了这个电磁弹射系统，再加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多元的舰载机，它的战力到底可以提升到多少？那么刚刚讲了嘛，这个歼15系列的这个家族，再加上空警600，能够形成一个多大的电子战力？大使怎么看？我想这个电磁弹射的这个福建号，它跟前2艘中国大陆的航母差距，就是说它上面有这个空警机，空警机直接上舰，这个空警机就是这个空警600，空警600，对，这个空警600大概有30吨左右啊。那它的那个机翼是可以收起来，折叠机翼，那方便在这个空间有限的这个航母上收这个等于存放。那它事实上的话，它是一个电战的一个核心，电子作战。那它这个电子作战就跟这个我们接会讲的像这个歼15DT 一样啊，它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大型的雷达啊，这个雷达呢，在这个空警600里面，它这个雷达叫丝路眼。就是丝路我们这个丝路眼雷达，它有一种主动的相位阵一个阵列式的一个雷达，它事实上它的实测距离大概有到将近600公里，它同时可以追踪多少2000个目标，然后对于比较危险性比较大的目标呢，它事实上可以主动对100个以上这种危险性大的目标发动密集的雷达波，那它这种电战基本上除了就是说这个侦测之外它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它可以进行电子干扰，所以别的这些相关敌机敌舰的这些通讯或者说这种电磁之间的这种往来它可以进行干扰。是。那另外它还可以进行电子压制。把你的整治的对方的电站的系统把它压制住，不发挥功能。那它这样子的这种电站可以怎么讲呢？可以第一个提升你自己同僚机群在空中作战的时候一个它的生存率。因为这些电战机还有这个歼15DT它所加挂的这些电子这个夹舱。它都具备这种功能，可以对对方的电站或者电子的这种干扰进行压制。对，所以提升你自己本身僚机的这个舰载僚机的这些作战的这个生存力，然后呢，任务的达成的执行率也可以提高。为什么？这些雷达也好，电子这个作战系统也好，它可以对有僚机的这些目标的锁定，然后呢，所发出的武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瞄准跟这个后续追踪可以增加它的精确度。那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霹雳15是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的，
那这一些电站啊，不管是空警600，还有这个歼15啊，这个电战机，它事实上都可以做飞弹的导引，帮你做更精准的打击。所以未来的作战，说实话是超视距作战，对，是体系化作战，没有这些空警机，没有电子作战，所以这种电战机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敌人对阵。好，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关心这个福气舰出来，大家很关心它就是上面的电站整体的系统，确实在这一次上面可以看到有大幅的跃进。除了这个整体的搭配的电站系统之外，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武器，也就是大陆海军秀出来的一个黑科技，它是南华早报独家的爆料。我们看到画面中，这个是舰载的雷射武器燎原1，现在细节正式的对外曝光了。我们先来看到这一套系统，它有一个所谓的透镜口径，几乎是美军太阳神的2倍，输出功率达到180到250千瓦。那它被称为是可以镇守防空链的最后一层，因为呢，它也可以搭载着这个中程、远程跟近程的红旗系列武器，形成互补。接下来的055大区的这个防御系统就会变得没有死角了吗？有了这个雷射武器燎原，再搭配这些舰载的飞弹，那么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说雷射武器是领先美国的？有到这样的程度吗？干哥又怎么看？好，我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雷射武器哈，就是说大陆这个最新出来的就车载的燎原系统 LY-1， 你会真的发现说这是什么？这应该是这个太空时代的产物吧？好，那个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动画、漫画里面，你才会看到用雷射击落人家的飞机。对，这个其实在日本最早60年前的漫画就出来了啊，钢弹或是咸蛋超人就已经有，但事实上它的实用性很难达到。为什么？它需要高功率的电力输出，以及什么透镜孔径的集成电力，要把那个就是焦点聚在一起，你才能够发射高能光束。这就是雷射的原本的它的一个本质。那坦白讲，美国在它的朱瓦特级驱逐舰上一直要发展这样的雷射武器，坦白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失败了。那美国失败了，中国成功了，你觉得这个反差有多大？对，它的反差就是这么大。所以燎原系统，它在这一次的国庆阅兵出来的时候，其实真正的专家在看这个啊，所有你已知的飞弹、无人机啊，或者是这个坦克，这些都是我们已知的，但我们这个不知啊，我们对燎原不太了解啊。LY 什么意思？就是星火燎原啊，就是它会造成来犯的无人机在最后阶段被击落。坦白讲，它就是算是一种什么？它就是一种叫做近迫防御系统。什么叫近迫防御系统？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目前可以做到在最后防御阶段。大家知道，海军啊，中国海军舰上的最后的近迫防御系统都是什么？都是LK 啊630、LK 730啊等等，像这些近迫防御系统。那都是用什么炮弹？那个一次要打多少炮弹？你知道吗？每秒60发，1秒60发，打2秒就120发。如果再多打一点的话，整个船上都是炮弹壳，非常不经济。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相等的武器叫做火神 M61啊，火神也是一样，每秒60发。那这种武器就是在军舰可能在飞弹要打到它的最后一刻发生作用了，所以它必须要全力集成，把炮弹打出去，形成弹幕，让这个飞弹被拦截下来。这个叫什么？这叫硬杀，就是我用硬的方式来杀你。那像现在这个雷射的话，它就有点像软杀，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发射炮弹，它是用雷射光束来把你击落。那所以说它需要的功率非常强大。通常在军舰上面没有办法携带这么重的装备，这就是像我们在讲的电磁弹射，跟这个也有相对的关系。为什么福建号的电磁弹射让你觉得说，在上个礼拜的公布的画面说，中国成功了，真正在福建号上面弹射了这么多种飞机，所以它需要的电力很可怕。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一架
战斗机能不能够带满它所有应该带的弹药重量才起飞。山东号跟辽宁号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电磁弹射，它只有滑跃起飞。那现在福建号做到了，就代表中国在直流电的电磁弹射上面的技术突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你现在再看到燎原系统，你就会觉得说，它真的这么厉害？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这种武器，我再强调一遍，它还是会受到天候的影响。我们现在就要看，接下来中国再推出来燎原2型的时候，它怎么样不受到天候的影响，那才叫真正的雷射武器。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关注的就是还会有燎原2型，所以我们也持续看到现在美军面对于来自于中国大陆不管是海空上面的威胁有没有反制，有最新的动作是马上就美军紧急把它的 F-35上面的这个这个岸基起降的训练立刻转移位置了。本来大家知道是在第2岛链嘛，过去都在这个硫磺岛这边进行演练，现在直接把它推到第1岛链上面，也就是日本本岛州的这个西南这个地方是延国基地。先带观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因为它呢扼守对马海峡，而且它是在跟冲绳、横田跟三泽基地形成一个犄角，所以说以战略上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的。重点是美国还在这边部署了非常多很重要的它的武器，包括了多款的 F-35BC 的隐形战机，达到60到72架。大陆的学者看在眼里，这位是金灿荣，他就呛瞎，他说：“美国你确实啦做了很多这种高强度的准备来这个部署，但是你是不是就是在替解放军这边免费的陪练呢？”聂老师怎么看？美国把这个军力全部拉到了家门口第1岛链这边，就能够来对应福建舰成军之后的3航母的这个压力吗？未来在空战，美中到底谁会比较领先？老师怎么看？我用比较轻描的角度来讲，美国他意志都太自信，然后他现在逼近那么近，他有在秀 muscle， 要告诉对方说你不要太嚣张。我一讲，我们军力是很强的，而且我可以逼近你，还有这么多在海军这个菲律宾也好，日本配合我们的很多的基地，你不要太嚣张。这也表示他也慢慢在示弱，那他害怕中国真的会崛起，不管科技或什么都一样。我先讲一下，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啊。讲到舰艇，我们先讲一下，在1个月前是不是记得川普讲过一句话？为什么1天做1艘船，现在1年做不出1艘？中国以前做不出来，为什么现在1年可以做这么多？它的造船实力已经300多倍。我就是一个 timeline， 过去、现在与未来。我就算2022年之前有了山东号，2012年出来嘛。辽宁号、山东号呢？这个2019年出来，那山东号是自主建造的，美国就已经 get shock 了啊！看看你还差，你都不行。哎，福建号2022年下水，6月下水，现在服役了。我跟你讲，电磁弹射，美国开始发觉惊觉不对，你随便可以出现一个船坞，随便可以盖一艘船。那你4号再出来，我跟你讲，4号将来是核动力的哦，而且4号是在测试，是整个在这个要舰载无人机为主哦，在私下控制哦，这更厉害哦。现在光福建号就已经不得了了啦，福建号里面就有很多的 AI 配置，我讲不好听点，里面刚刚讲到舰载的机、舰载的弹，那弹真厉害了。你看中国在就94这个阅兵的时候做了多少的示威？我跟你讲，光我们看那个英巴的战争啊，霹雳空对空，霹雳很厉害吧？可以刚刚讲的远视距就可以在150、200公里打到对方。再来地对地，东风它试了多少型的东风？地对空多少欧洲的一些小国家去买了中国的红旗飞弹，它现在舰载一样可以在舰里面打掉，做防空系统打掉美国。所以美国秀这个 muscle 有它的道理，可是它就是因为怕中国会继续起来，因为中国还在造船。第4艘核动力如果还有传说的5哦、6哦更引擎，哪一天4艘一出来了，下了水，开始还没服役之前，又有5、6的影子，我跟你讲。美国就会胆战心惊了，因为什么呢？现在美国总共有11艘的航空母舰，有10艘，他们有编号的名称，从这个 CVN68到79，有10艘是厘米兹舰，你去了解一下厘米兹的那个威力，还有福特舰有1艘是就是编号79，重点在这些都慢慢老旧，没有错。我讲时间现在过去很强。
当然赢中国。现在可能我们这样讲打平，但是中国当然数字少很多。现在马上开打，中国也不一定赢，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是像 GDP 或者像什么制造能力一样，会这样的急速飞跃。美国就怕这个，所以现在很快修马说，美国现在会做很多的大动作了。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未来谁会取得优胜？前一阵有人讲了，这也不知道真假，说中国坦克啊400，然后跑出人家叫做陆战之王哈，还有地对地的这个东风的等等，还有他们说也可能是空战之神嘛。现在第6代战机不管成飞沈飞，对不对？都会出现。现在啊，我跟你讲，这个所谓的海上之王也可能会出现。因此呢，我觉得谁会取得优势？现在可能平手，未来中国应该赢的机会较大。好，谢谢丁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